大家好，我是九九，欢迎来到九九健康咖以及健康1+1双平台同步直播。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谈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我自己本身也很关注哦。那我想前不久，台湾心脏科权威医生林芳玉医师，他传出失智的消息，我想让社会大众啊，甚至是医学界都非常的震撼，因为他在台湾是非常知名的医生，也当过台大的院长。那您可能会问说，失智真的那么难发现吗？因为像这样子的大医生啊，怎么会就是等到发现已经来不及呢？事实上呢，不是我们发现的太晚，而是这个疾病恶化的太快。那有些人群呢，罹患失智的风险甚至会比一般人高出4倍。到底是哪一类人？那今天专家将解析有哪一些，比如说健忘，我们到底是健忘还是失智的前兆？或者是说我们在还没有失智前有没有方法可以帮助顾脑活脑，甚至帮助预防脑部的退化？那今天呢还会分享适合全家的健脑食谱。我想如果呢您也关心这个话题呢，请继续跟我们看下去。在这个时候我邀请大家请帮助我们订阅新的频道九九健康咖，那未来直播呢也会在这个频道首播。如果您不想错过最新的影片发布通知，赶快按下订阅。好的，我们首先介绍今天来到九九健康咖的大咖，也就是宜生中医诊所院长，他是教授级的吴宏前周医师。Hello， 吴教授你好，您好，大家好。我们每次看到吴院长都很开心，因为觉得哎呀，他又来带来很多的干货了。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讨论这个，真的大家都非常关心，那就是74岁的心脏外科权威名医，他真的是在台湾相当有名，也就是林芳玉医师，他罹患了失智症。那虽然他周围的人很多都是医生，他本身也是医师，但是却没有任何人察觉失智的早期征兆。很多人都担心说，是不是失智这么难发现吗？是不是一旦发现就太晚了？请教吴教授，真的是这样吗？应该是这么说啦，其实它并不难发现啦，尤其现在我们可以从网络上抓到一个简单的量表，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家里做一些测试的。但是问题就是说，当我们发现已经开始失智的时候，其实大脑其实已经退化一阵子了。所以当你发现到这个人已经有失智的倾向以后呢，你如果不赶快做一些处理的话，其实大脑的退化会像这个溜滑梯一样，它会下降的非常非常的快。所以就是尽量呢，大家都要互相注意一下，比如说你的伴侣或是你的长辈之间呢，他们有没有这种失智的一些情形？那如果有的话，尽早就医呢，尽量可以预防它这么快速的退化。是，不过刚才呢，吴教授你有提到这个量表哈，我们刚刚也秀给观众看了一下这个量表，我想大家不妨回去哦，就是您可以等我们直播结束之后，你自己稍微去检测一下，看看自己是不是分数太高。那这个我觉得是早一点发现会比较好。其实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观众有部分啊，不能说大部分，我们还是有很年轻的观众，就有部分是50几岁以上的。那有时候呢，会有一点健忘，其实坦白说，我自己也会有一些健忘。那健忘跟失智，这到底是怎么样？我们要不要担心一下啊？应该不需要啦，应该就是说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最简单的就是说，好，比如说我在跟人家聊天的时候，我要想一个人名想不起来，然后对，很多人我是这样子我会想，那个谁谁谁，我都觉得是不是初老了？其实我自己也常常这样子，因为我的事情真的很多，有时对，候像我今天要看门诊，然后门诊又有4个学生来这边跟诊，那所以其他空闲的时间我要教书，所以因为遇到太多的病人、太多的学生，所以我突然想一个人名，我会想不起来。但是大家不太需要担心啦，尤其是说，当你事情很多的时候，你会突然想不起来。可是当你静下来的时候，你很快呢就会想出那个名字。也就是说，你可以回复那个记忆的时候，那都不算是失智啦。就是说，有时候真的自己事情太忙的时候，会突然忘记。那也有可能它只是慢慢的老化，但是还不至于到失智的这个程度。那你有没有什么一些 paper，就是教我们这个怕自己会有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可以有怎么稍微是提醒自己一下，或者什么方法呢？
其实应该不用啦，因为说最怕的就是说你想不起这个名字的时候，你会开始一直担心，一直担心，一直担心，结果你对，变成当下呢，你会越来越紧张，结果你什么事情都没有办法做。所以我们建议就是说，你突然忘记了，你也不用担心，然后你就先说啊，那没关系，等到我想起来，我再跟你说。你不要给自己压力。其实我发嗯，现呢，虽然我们临床上大家没有统计这么多，可是呢，我只要失智的病人来，我都会问他几个问题。那很多病人都跟我讲，他以前第一个，这个人呢，如果从年轻工作的时候压力很大的时候呢，我会发现，哎，这种人到最后，如果突然你停下来，什么事都没做的时候，哎，他就比较快失智。那第二种哦，人呢，我发现啊，像最近就有一个病人来，他是这种情形的，就是说他在年轻的时候呢，他不管什么事情呢，他都不喜欢跟人家讲。他在工嗯作的时候就是工作，不管人家欺嗯，负他了，人家压榨他了，或是怎么样，哎，他都不跟人家讲，比较少跟人家互动，然后什么事情都放在心里面。我发现呢，哎，这种人也比较容易造成失智，所以我们嗯，都还是鼓励大家，就是人跟人之间要有一定的互动，然对后要对对。随时要去舒压，才不会老了以后比较容易走向失智的这个问题。没错，其实吴教授，您之前就有提到了，就是说，呃，刚才您讲到，就是说，因为这个失智的问题啊，可能就是你太封闭了，然后很少跟别人社交，所以这个东西也会让你的失智可能是提早报道。我记得你之前也提到过啊，就因为你太忙，跟这种太忙，然后忘记事情，说哦我这太忙，然后还你上次说你有忘记去上通告的事情，所以这个是会是不是？也会有这种情况，对不对？你会担心说啊，我这是初老吗？会有这种担心吗？我自己倒不担心，因为我帮学生上课就有实质的这个专题了。那其实嗯，我会想起来，像那次忘了接通告，那就是上班完以后，因为我的通告是下午1点半嘛，结果那对，天拖到快1点才门诊才结束。那照理说呢，呃，我就会赶快呢换个衣服，赶快就坐计程车，然后就去上通告。结果我觉得那天有点累，我就想说趴着休息一下。那我通常趴着休息会把手机关掉，结果一休息了，竟然休息了1个小时，然后哦起来我觉得头皮发麻，因为手机上面竟然有20几通未接来电，所以紧紧急催促。哎，对，吴教授，我觉得你刚才讲的这个啊，真的是很有意思。不过你刚才我们观众有留言说，您现在的声音听起来有一点杂讯，像是声为什么音好像会有杂讯？有一点，对啊，就是声音有一点杂讯，可以看看是再说一下，对，我把那你再我把充电的先拿掉，好，你这样子嘞，充电先拿掉好了，好，哎，是有哎，还是有一点杂讯哈，你可以再啊，现在还有，还是有一点杂讯。对，好像我有听到有杂讯。对，我也觉得有一点。那要不说您先重新再连一次，然后我们观众都会等您，然后再上来，这样看一对，下会不会？先退出去，对不对。对？对，您先离开，然后再进来。对，我想因为大家您的分享，我觉得这个内容非常重要，所以您可以先重新再点击进来。我想大家就有一点点的耐心哦，因为我们这是现场直播，所以还是要请吴教授的这个声音啊，能够再清晰一点。大家先稍后一下。不要离开。那我想呢，因为今天的这个议题真的是非常重要，因为很多人都会担心自己的失智提早报到，或者是我们的脑啊，因为年轻的时候用脑过度，或者是说你本身已经是年轻人，然后你也会觉得，哎，这个初老好像30几岁就开始有一点点健忘的感觉，那这个就是很有问题。好，那吴教授您已经回来了，我们再跟您来讨论一下好了，因为有些人哈是情况是这样，会觉得自己记忆变差，比如说出门，哎，这到底是路怎么走啊？怎么导致觉得怎么忘记了？这是老化，还是说真的是失智的前兆？这个有没有可能有一些区隔呢？应该不会啦，因为像我忘了通告这件事情呢，后来我就
尽量提醒自己。所以现在呢，我把所有的 memo， 我本来是用在手机上面，但手机因为我没打开，我又把声音关掉，所以就忘了提醒我。那所以我现在变成我的书桌前也有一个 memo， 然后我的这个睡觉的房间也有一个 memo， 然后我的办公桌上面也有一个 memo， 然后我看门诊前面一个月历也有 memo， 所以好多 memo。我几乎到哪里都看到我今天要做什么，所以几乎就不会忘记了。所以因为事情太多太杂，我们会忘记，但是之后想起来以后呢，那个还不算是失智的情形，所以大家不需要太担心。而且我们今天会教大家很多的方法，尽量避免大家进入这个失智的一个情形。对，我觉得大家真的会很担心，像我自己也会担心，说到底是初老还是失智，或者是我真的已经老了。我想这个部分大家真的因为过度担心，也会让你失智，或者是让你这个应该是说让你老化提早报到，所以我们大家不要过度担心。那么我们就想请教，因为我知道其实吴教授是真的是比我们想象中更忙，他要看诊。然后他还有学生还要来实习，然后还要去教书，然后还要上节目通告，他这个行程真的排下去，你会吓到，所以我就觉得我很佩服他。但是不管如何，你还是要跟我们多一点分享有关于健康的知识，所以多贴一点 memo 好了。那我们就再跟您请教一个问题哦，就是因为我们回到林芳玉医师他的这个情况，因为他个人是这样子，他有曾经重摔过。那他的亲人就怀疑说，这是他罹患失智的一个导火线。那是真的有可能，就是摔了之后呢，就比如说你曾经有摔倒过，那日后就可能是变成失智的就应该是说风险吗？对，其实我们失智的高风险族群，我们有整理过，大概有10个啦。那其中有一个就是头部的一个外伤，像之前的一个拳王阿里。他因为头部一直受重击，长期的这样受重击，所以拳王阿里到最后也是走向失智的一个情形啦。所以其实我们归类到我们失智的这些情形大概有10个。第一个就是年纪比较大的人呢，比如说在80岁里面可能只有占了大概10%，然后90岁里面可能就提高到30%，这是年纪大本来就会慢慢走向一个退化的一个情形。第二个，他们家里有一个失智的家族史的这种人呢，他也比较容易会有失智的这些情形。所以本身你看，像长寿的人，他们有长寿家族，都有这种长寿的基因存在。好，所以第二个，如果有失智症的家族史的话，也比较容易走向失智的一个情形。另外有一个三高或是心血管疾病，那三高呢，比如说血糖高、血脂肪高、血压高，都会造成血管的退化。那血管的退化，我们脑部的血液没有办法供应过去，没有办法去滋养我们的脑部，它也比较容易造成失智的一个情形。那另外一个像脑部退化的一些疾病，比如说他曾经中风或是有巴金森氏症的这些病人呢，他也比较容易造成脑部的一个退化。那另外第5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有头部外伤的这个病人呢，他也比较容易走向失智的这个情形。那另外一个第6个是大家最怕的，就是你长期的失眠或长期的睡眠品质不佳，也很容易造成失智。因为我们最新的一个研究，一个就是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在做深层睡眠的时候，会有一个叫做胶状淋巴循环。那胶状淋巴循环呢，它可以把我们身体在大脑里面的一些废物或是一些不好的物质呢，透过这个循环呢，把它带离我们的身体。所以你有进入深层睡眠的人呢，他就会把这些脏东西带走，不会像脑部里面沉淀一些类淀粉啊，或是一些不好的东西在我们的脑部。所以长期失眠的人呢，其实还是要寻求医生呢，把它治疗好，也比较不会走向失智的一个情形。那另外有忧郁症的病人，他也比较容易走向这个失智症的这个风险。那另外一个我们刚刚讲，跟三高有点类似，比如说他是肥胖或是代谢症候群，
它这样子大脑也比较，在中医里面讲，它是属于痰湿的，所以这些有肥胖或有代谢症候群的人，他比较没有办法把这些脑部的东西给排除掉，这些废物给排除掉，所以也比较容易走向失智。第9个呢，大家真的要很小心，尤其是东方人或者西方人，其实也是一样，喜欢交际应酬呢，难免就要喝酒了哈。那喝酒以后，其实会造成一些脑细胞的一些损伤。当过量的时候，尤其像东方人最新的研究，东方人里面血液中没有所谓的酒精去氢酶所以也比较容易致癌。所以这个饮酒过量也比较容易造成失智。那最后一项就是在男生跟女生的比例来讲的话，女生失智的风险呢其实是比较高的。那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很多因为在男生的大部分都有交际嘛，那交际有跟人互动，所以比较不会造成失智。那有时候女孩子呢，可能年纪大，互动比较少，所以女孩子就比较容易造成这个失智的一个情形。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女性荷尔蒙在更年期过后会迅速的降低，这个也是造成失智的一个原因。是，刚才吴教授您细数这么多项有可能造成失智的高风险因素，其实我觉得现代人真的是中很多，包括慢性疾病啊、三高、肥胖啊，甚至包括一些忧郁症啊，这些都是。就现代人真的是蛮多的，然后您刚才提到的社交的问题，其实现在虽然你说大家平常好像网络很发达，可是很多人就变成宅在家里，或就直接来刷手机了，就根本很少社交，这确实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那就是我想继续了解一下如果我们看到这些危险因子，那中医怎么来看待失智症或它的成因是什么问题呢？在中医呢，其实我们在教学生，就是说，在中医里面，因为在中医讲肾主骨头，生骨髓，生脑髓。那既然是肾虚的病人呢，他就比较造成脑髓的一个空虚，有一些是肾气虚，有一些是肾阳虚，有一些是肾阴虚，就比较容易造成所谓的脑髓空虚，然后造成失智的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叫做痰湿，就像西医里面讲的，它有一些类淀粉啊，一些杂质的沉淀在我们的大脑地方，造成一些斑块，它也会造成头脑的一些失智。那在中医里面，它就比较类似像痰湿，也就是说，我们中医把它归类叫做不正常的代谢的废物，所以叫做痰湿体质，也比较容易造成失智。另外一个就是中医讲的血瘀啦，那血瘀就是其实就一样，跟我们三高一样，还有代谢症候群一样。当我们的血液循环不好的时候，血液没有办法供应到大脑，没有办法去修复大脑，没有办法把这些脏东西给排出去的时候呢，也比较容易造成失智。所以我把它归类为3个最常见失智的一些中医的体质，一个就是肾虚，一个就是血瘀，然后一个就是痰湿，这3个体质比较容易造成失智。那么我想，如果您有这3个问题的话，肾虚、痰湿、血瘀的朋友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就是我想这个接下来就要了解，我们等一下会来请吴教授来跟我们分享一些怎么样来健脑。那么另外有一个，我想再了解一下有什么样的人是特别容易失智的？就是有什么特质吗？您有没有发现，在临床上有没有这样的发现呢？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说像我刚刚我其实每次失智的病人来，我都会问他的家属他的情形啦。那像刚刚我们讲的林医师，现在全台湾省都因为他失智的这件事情，哇，整个全台湾省几乎都翻锅了。因为我觉得林医师他当了3个医院的院长。那除了他的院务要处理以外，他又属于公务的系统，公家机关的系统，所以他还有上级的一些压力，还有他医院的一些压力，还有他那个病人的一些压力，或是病人家属的一些压力，所以他应该是属于非常高压的一个族群啦。所以我认为压力是最重要的啦齁。然后第2个就是这个我刚刚讲的就是你什么事都不讲，然后有不跟人家互动所以其实这个情形也比较容易造成失智。所以大概我观察到的是这2个族群呢比较多造成失智的一个情形。
是，那么我们重点来了，所以很多人说啊，那我们要趁还没失智，就是在失智发生之前，有没有哪些方法可以预防？比如说，我们可能觉得，哎呀，我真的是压力很大呀，那我怎么样可以让逆转或停止我们的大脑衰老？有没有什么方法呢？预防其实失智？我就是说，我大概会2个方面，一个就是按摩了哈。按摩就是它可以预防失智，就是说我们常常可以做一些按摩。那我也设计了一个养生的一个处方汤饮，就是说它可以平常在家里可以喝这些养生的汤饮，它可以预防失智，就是预防到我们刚刚讲的造成一些肾虚、造成一些血瘀，或是造成一些痰湿的这些体质。我们只要把这3个体质给去除掉以后，那就比较不会走向失智的这个地步。好，那我们先讲到这个按摩好了。我好，们按摩这个头部好了，我们先讲哈，我们这个叫全息医学。就好像一个人趴在我们的头上哈，我们在针灸的时候教学生的时候，这边是头，然后这边是上焦、中焦、下焦，所以我们按摩是专门按摩在这个额头的正中心的地方，就是发际的地方。这是一个人趴在这个地方。那另外有一个人趴在正中央，所以他的头刚好也是在发际的正中央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全息律的头部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加强这个地方的一个按摩，或就这个地方用手按就好了吗？我等一下会拿一个东西教大家按。好，然后另外一个呢，一个人趴在这个地方，侧面头部的地方，这个叫头面部，这边叫做上肢，这边叫做下肢。哦，这个是我们侧面头部的地方。就下一张图片，好，我们这个下一张图片，侧面头部就有一个人趴在这个地方。哦，是，这边是头面部，也就是我们耳朵的前上方这个地方。其实这个地方就是头面部，好像一个人趴在这个地方。那另外一个人就是趴在我们的后脑勺，然后头就刚好在我们头顶的百会穴的地方。哦，所以你看，我们有4个头部的地方，一个是这个地方，一个是百会穴的地方，头顶，一个是在头的前上方的地方。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小脑，我们摸到后脑勺凸起来，后脑勺凸起来的下方那个地方叫做小脑区平衡区。所以我一般在门诊上针灸就是针灸1、2、3，还有头顶百会穴4，还有后脑勺凸起来那个地方叫5。所以像今天这几个这个失智的病人呢，刚好学生都有看到，我就帮他们针这个5个地方。那我们呢，其实这个是我放在门诊里面随手可以拿到的哦。然后你看这个有弹性，这个有弹性，然后呢前面圆圆的，而且这个呢它是木材或竹片的，它不会产生静电。好，它不会产生静电，所以我们就可以这样子敲。我也拿了我的梳子来敲敲看。对，这样敲，然后还有前上方这个地方敲。然后我们可以从前面正中央就好了，敲到后面，然后再往前敲。你每天洗澡完以后，其实都可以这样子敲。而且我们敲头部，因为督脉还有很好的镇静安神啊，你也可以用梳的，比如说我们把它梳往前面，然后再把它梳往后面，这样子。还可以做造型。还可以做上，我今天暂时还不能梳，不然等一下会成为一个萧伯，就等一下。对，不会，你看像我这样梳，家里有梳子的，赶快可以跟着一起，我可以稍微敲一下。正中央，正中央这样子敲，你看有敲到这种像这种声音。OK，好，你可以这样子敲，然后还有前上方这个地方这样子敲。好，所以大家记得5个地方，一个是这里头发正中央这个地方，还有百会穴这个地方，还有后面这个枕骨出笼，后脑勺凸起来下面那一区叫做小脑区。然后这边叫做头面部，耳朵前上方这一区，耳朵前上方在头发里面。好，所以这5区大家记得这样子敲，还有这个侧面这样子敲。
而且大家记得，因为洗澡完以后这样子敲的时候呢，还有很好的舒压跟镇静安神的作用。因为你看，我们去给人家按摩的时候，当别人在帮我们按摩头发或耳朵的时候，我们就很快就会睡着，所哎，以它有对，对它有很好的舒压跟安神的一个作用，所以它也有很好的安眠的作用。所以一般我会建议，你可以早上一边吃早餐的时候一边敲。还有你可以这个晚上洗完澡以后呢，睡觉前可以敲，所以它可以帮助按摩这个头部的穴位，还有帮助血液供应到头部，还有镇静安神的作用。这是第一个按摩头部。第二个呢，我们教按摩这个耳朵，按摩耳朵就是2个地方，就是我们的一个叫做对耳屏，对耳屏就是耳朵凸起来这一块。耳朵这个里面它凸起来这一块叫对耳屏，这个我的手指尖指的这个地方，这个叫对耳屏。然后呢，另外一个叫耳垂，那耳垂就是我们的面部的地方，然后对耳屏就是我们的头部的地方，脑部的地方。对耳屏就是脑部，然后我们就用食指，食指盖住对耳屏，中指盖住耳垂。然后拇指放在后面，所以对耳屏也按到，耳垂也按到，然后拇指放后面，然后这样子揉按，顺时针或逆时针都可以，以你自己顺手为方向，这样子，你的右手在敲的时候，左手在按耳朵，然后左手在敲的时候，右手在按右耳，左手按左耳。所以这样子就比较省时间。那当然，你也可以敲完在2边一起按，这样都可以。一只按着对耳屏，一只按着耳垂，然后拇指放在耳垂的后面，这样子按。这个就是活化我们大脑的对耳屏跟耳垂这2个。哇，这个按起来就很舒服。对对对，所以每天看电视的时候，不要忘了你的手还是空着的，赶快拿起来按一按。而且我们的耳垂还有眼点跟耳鸣沟，还有冠心沟，所以我们按摩耳垂还可以耳聪目明，还可以强心，它有强心的作用。是，所以像我现在就是耳聪目明，没错。其实之前吴教授有教我们，就是耳朵嘛，耳疗那个部分，就是耳朵按摩，大家可以回去看看上一次的直播。其实每次吴教授都给我们很多的干货，所以大家不妨按一按。还有呢，除了刚才讲敲梳子，最重要一个就是敲头皮或是梳头皮。那另外一个就是按摩对耳屏跟耳垂，这个就是活化大脑，还有耳聪目明强心的一个方法。那另外一个我设计的一个叫做帝王健脑蛋，因为我们用蛋来做料理，因为蛋呢本身它有卵磷脂，又有这个 DHA， 所以它可以帮助这个小朋友正在发育的大脑它的正常发育。那可以帮助这些老年人呢，他的大脑修复，所以延缓他的大脑的一个老化。所以我大概用的材料是这样子就像第一个我们要补气，所以补气大概用了黄芪10克。那再来我们要补血，补血就是用这个龙眼跟红枣，龙眼大概我们用10克，那红枣用大概8颗。然后再来，我们用这个枸杞，枸杞是补肾的，枸杞跟何首乌是补肾的。那因为枸杞又对眼睛很好，然后又可以补肾气。那何首乌也是很有名的补肾还有黑发的一个药材。所以那现在我们台湾有一个医学中心，就是专门用何首乌来预防。你看它竟然可以到达头发，它也可以到达大脑。所以用这个何首乌来预防这个失智。那天麻呢就更好了，天麻它叫平肝息风，所以它有很好的修复大脑的作用。最重要呢，其实我临床在用，因为我们大脑的血管有一个叫做脑血管屏障，
所以当是，你吃了很多的药物呢，其实没有办法把它经过带到脑血管屏障。那其实我个人的临床经验呢，就是我用这个何首乌跟天麻呢，其实还有一个是姜黄，可以把很多的药物呢带到大脑去修复大脑，所以可以经过这个叫做脑血管屏障。可以请我们所以导播再给张图片吗？来，我们再把图片秀一下。那个吴教授，你的画面稍微要调一下。对，就先给我们刚才那张图，我让观众可以先截个图，观众截个图好吗？来，先把这个图上去。刚刚那张帝王蛋，先上去。对，我们可以请观众先帮我们截个图。如果呢，刚才大家没有就是去记下来的话，你可以用截图截屏的方法，然后回去按这个方法去做。好，那我们再请教一下吴教授，您刚才提到就是按摩啊，或者是说就是用梳子啊，然后梳头啊、按摩啊，然后包括就是用就是按摩耳朵的部分。那除了这些之外，您自己本身就是在治疗失智症的患者，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呢？我目前有好几个，像今天有一个，就是他刚来诊所的时候是看护推着他到诊所来的，然后家人是陪来，然后他来的时候，他其实是完全没有眼神的，然后也不会讲话，他也旁边人在讲话，他完全是不理，然后他就坐着往前看。可是呢，直接从吃我的中药，还有针灸，而且这是一个厂商的一个父亲他父亲他本来都不好意思跟我说了，那后来看到很多说针灸啦跟吃中药会有帮助，所以他把他带来。那他现在呢，像他今天早上来他就可以旁边有人在讲话，他的眼神就可以看过去讲话的那一边。然后我帮他针手的时候呢，针手跟针脚的时候，他的眼神就会看到我在帮他针灸的那个地方。那对，一般人可能觉得这个进步很小，可是对他的家人来讲，已经是非常非常高兴的。而且他家人跟我讲，他以前几乎就是坐在轮椅上面，他不起来的，结果他现在竟然可以从轮椅站起来，然后去开门。虽然不晓得他开门要做什么事情，但是他已经有一些他以前的一些自主动作都跑出来了。他的眼神会转移，然后他会去开门，会站起来去开门，所以他很多的动作都已经进步了。那像今天有一个，本来他是伤到语言区，所以他在讲话的时候呢都没有很清晰。结果针灸的这段时间呢，他刚开始，先停住了，没有再恶化了。然后他最近跟我说，他的讲话呢已经比较清楚了，就是咬字已经会比较清楚了。所以像今天这两个例子都是算明显的进步当中的。哇，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很棒哎，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失智的患者不只是失智者本身，他会慢慢的忘记，但是因为我采访过失智者患者的照顾者，其实他们本身就蛮辛苦的。然后这个我采访过一位阿姨，然后这个是先生，他的先生失智了，然后他就一直陪在他身边，帮助他，然后帮他做一些运动啊，然后提醒他呀，各方面啊，就会让他觉得其实他还蛮辛苦的。所以我想，如果我们可以从自己的身体来照顾好的话，其实延缓失智的发生，甚至让它不要发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么，其实刚才您有提到这个就是健脑蛋嘛，帝王健脑蛋。那您刚才提到是大人的，那如果是有些小孩子可以吃这个健脑蛋吗？可以啊，其实就是说，我们小孩子他正在发育嘛，那发育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需要蛋来补充它的营养。然后呢，刚好这些，因为我用的分量其实是还好了，不然一般我们中药开，比如说这个是成人的分量呢，一般小朋友要除以，如果是成人的分量，以40公斤来讲的话，就是吃成人的分量。如果说你只有10公斤，那你就吃1/4的量。假设你20公斤，就吃1/2的量。如果说你担心量过大的话，你就用这样子除法，把它除一样的量，这样子就可以了。
是，所以我们小孩子也是可以吃的，就是小孩子其实因为小孩在发展嘛，发育，对不对？那他可对，能吃对他的发育也是比较好的。有没有针对是。哪一些学生呢？学生如果说我们真的是压力太大，学习压力太大，吃这个健脑蛋也 OK 吗？它其实是很好的，因为其实嗯哼，它本身有补气补血，可以把嗯，营养送到大脑去。那蛋里面有卵磷脂，有 DHA，那甚至呢，这个天麻跟何首乌本身又可以修复大脑，所以其实它有帮助记忆力的一个作用呢。其实不瞒大家说，我在大学的时候就一啊，直有在吃中药啦。就是针对哦，这些，其中里面好几位我是有长期的在吃的，所以我的记哦。忆力还不错。那个很不好意思的跟大家说，我是全校第一名的，然后代表领毕业证书的。所以当时 哦，大家难怪如果有吴教授这么厉害，因为其实很多，其实大家可能是对吴教授有一点点的了解，但是其实他是有很多现在在线的很多知名的中医师都是吴教授的学生，所以他真的是耳聪目明，而且是还教过很多的这种知名的医生，所以哎呀。是我们大家真的是，其实如果吴教授提供的什么样的一些食疗啊，什么样的一些养生方法，我们真的都来试试看。希望我们到年纪很长的时候，还可以这么耳聪目明。是是，哎，那吴教授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除了刚才您提到的，就是可以就是梳头发，因为梳头发其实真的是很有帮助，梳头啊，敲敲我们的头皮，然后还有按摩耳朵，还有您刚才的这个健脑蛋。那么我们还有什么样的日常生活，您会建议，就是我们应该怎么做预防对。失智呢？这个其实也很重要了，就是说，除了我们刚刚的按摩啊，还有吃这个帝王健脑蛋啊，其实我们是，建议就是说，有一个叫三动哦，然后一个营养，然后一个体重。那什么叫嗯，三动哦？三动一个就是运动，好、比如说卫生署它建议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一个礼拜至少要有3次的运动，每次是，至少要30分钟。那每次呢，心脏至少要跳到130下，好，那个叫做运动。所以嗯，一定要有规律的运动啦。那规律的运动也不要过头。好，比如说现在研究就是说，很多人喜欢说每天万步走，或是半马啦或超马，哦，对对其实对对一些老年人有点过头了。因为对对，针对老人来讲，现在最新的研究发现，我们最好一天呢走5000步到7000步，这样子是对身体最好的。好，所以不要过多，因为我发现很多本来我肾脏调得很好，结果他本来运动半小时，结果想说，哎，既然那么好，他就一天运动3个小时，哎，结果哎呦，肾脏的指数反而掉下来了。好，所以哦，它反而会造成一些发炎的一些情形。所以第一个运动最好，那第二个也不要过度，适当的规律的运动。那第二个就是互动，你要常常跟人家去比如说聊天呐、算打屁聊天都不错，没关系。嗯嗯，那因为打屁聊天在之中呢，其实还要做到第三个就是脑动。你在跟人家在互动的时候呢，比如说你在下棋，你在打桥牌，像我们这个张忠谋总裁呢，他就是喜欢哎，打这个桥牌，那他就是。是一直有在跟人家有互动，一直有在脑动。好，所以互动跟脑动，你下棋也好，你看书也好，但是不要一直看视频看对对太对对对，我真的觉得这个很重要。像我妈有时候她会一直滑手机，不过她还好，她都会喜欢去外面街坊邻居啊去聊天，我觉得这个就很好。但是不要让老人家一直玩手机，因为我发对现老人家真的是手机高用户族群哎，他们真的是滑得对很厉害。好，对，而且然后请对，对，如果说手机跟电视用太多的话，反而会有失智的危险。哎，真所以你，的对对对，一定要跟人跟眼人睛也不之间，好。对，对，跟人之间一定要互动了。所以我眼睛嗯，到现在很好，其实我很少用
就算我看 podcast 的，我也是把荧幕关掉，然后直接用听声音的这样子，我就只有听声音的，听所以我到重点了哦，我们要对耳聪目明，对对对，我一定都用要学一下听吴听声教授的音的。养生方法。对对，我的眼睛很少过度使用啊，所以哦，记得一定3动哦，一个就嗯，是运动，规律的运动；第二个要跟人有互动；第三个一定要大脑要一直动哦。你不管是下棋呀、打牌呀，哎，算钱也不错哦，每天有一些进账，心情还很快乐哦，对不对？你算钱也很好，反算钱正就是。也很好。对对，脑动了，反正脑子就嗯是要动了哦。比如说哦，嗯你今天的台积电赚了多少利息呀、台积电昨嗯天才刚发利息，然后你的啊，多少什么股票做了，你就把它加多巴起来胺也会看起来，上升，对对然后对对对，数一下。那个还会快乐。对对好，对，这是叫三动。然后另嗯外一个就是营养，营养就是一般建议，因为我们刚刚讲的三高啊，还有代谢族群都会造成，所以我们建议，哎，从年轻的时候就尽量有一个叫做地中海饮食。哦，尽嗯量多吃一些抗氧化的一些蔬菜啊、水果类，然后那一些动物性脂肪少一点点，最好是健康的油脂，比如说橄榄油、苦茶油哦，紫苏油、洛梨油，这个都对身体比较好的一些油脂，所以地中海饮食是最建议的，它可以预嗯防造成失智的一个风险。那再来第三个就是控制体重啦，一个就是要吃，一个要控制体重。那控制体重，我们建议就是在18到24的一个 BMI 最好。那18到24 BMI 呢，第一个它可以降低三高的发生，降低这个代谢症候群的发生。所以而且一般我们发现统计结果就是说，这些论文发现就是 BMI 如果超过25到30之间呢，阿兹海默症的风险会比较高。那我们刚刚讲的阿兹海默跟中风的病人也比较容易造成失智。那另外一个，如果 BMI 大于30的话呢，它的这个失智的风险会高到3倍以上。所以一定要控制自己的体重，不要超过，尽量不要超过25以上，这样是最好的体重。所以我们再复习一次，就是三动，一个叫做规律的运动，一个跟人要互动，另外一个就是要这个脑动。所以嗯看到一个老人活到100多岁，他说：“你为什么可以活到100多岁？”那老人说：“我就是喜欢看美女。”其实看美女也是一种互动的方式的哈，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要互动、运动、互动跟脑动啊。第四个就是饮食，地中海饮食。那第五个就是这个控制体重，在 BMI 18到24是24或25中间，这是最好的一个体重。我想刚才吴教授已经讲了最关键的点，这个三动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饮食啊，我想大家也会注意。然后肥胖这个部分真的是有些老人家会比较控制啊，但是有一些就是还是要特别注意。那么有一个部分，我想大家坊间也是传的蛮多的，因为失智大家都会有点担心嘛，那预防这很重要，所以很多人老人家族群里面真的很流行吃银杏，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吴教授。银杏可以预防失智吗？我们可不可以就是补一下呢？银杏其实我这么说好了，银杏其实在中医里面呢，它其实只是如果以西医来讲，它把它萃取出来，只是帮助末梢的血液循环。那其实我们刚刚有提到，其实帮助末梢血液循环，就像中医里面叫血瘀体质，它是一定有帮助的。所以你如果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吃银杏一定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帮助，但是呢，民众千万不要自己去乱用，因为银杏叶呢，它是有剧毒的哈。那银杏果，我们中医的银杏果叫做白果，白果就是在止咳嗽还有补肾气用。但是白果我们建议一天也不要超过大概5颗，那5颗应该也够了，够那个它补肾气的一个作用。因为白果它本身，因为它有一点点的麻醉的作用，所以它可以止咳嗽。可是白果也不能太多，所以大家不要自己，一定要经过医师的处方，或是比较找大厂牌的这个处方会比较好。所以银杏叶应该有帮助末梢的血液循环，会多少有一点帮助，千万不要自己乱买。
对，您刚刚说千万不要自己乱买跟乱吃。我看过一个案例是在香港，有一个老人家，他去吃了过量的银杏，结果中毒送去 ICU。我想这个部分大家要特别注意，这个量很重要。好，那么另外刚才吴教授提到，我们就银杏是坊间经常会用来补，然后说哎我们可以预防失智，但是量要注意。但是比起银杏的话，吴教授你会不会推荐吃什么可以预防失智呢？其实还有一个很好，我在这个文章里面，我大概在15年前我就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姜黄，然后姜黄素。那姜黄本身就可以预防这个老年痴呆，所以为什么有一个统计，就是说为什么美国人他吃的这么好，可是美国人的失智的比率竟然是这个印度人的5倍？那后来发现，其实就是印度人他吃这个咖喱。然后咖喱里面有姜黄，好，那姜黄里面就是姜黄素呢，它可以姜黄素它可以预防肝脏发炎，可以帮助血液循环。比如说我们在中医诊所，它贴药贴的皮肤会黄黄的那个酸痛的药膏，其实那个黄黄那个其实就是姜黄啊，它有很好的活血作用。那就跟我们其实银杏的活血作用还没有姜黄好，所以姜黄其实不但可以活血，而可以经过这个 BBB 穿过脑血管屏障，所以它可以预防失智，是很好的一个食物。所以如果怕失智，偶尔可以吃一下咖喱或是姜黄素。但是这边要提一下，就是说，肾脏不好的人呢，姜黄素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药，它也可以修复肾脏，它可以修复肝脏，肝脏发炎它可以修复肝脏，但是如果肾脏不好的人，不要光吃这个姜黄粉，你不要乱吃，一定要去找合格的厂商、合格的医师吃萃取出来的姜黄素，而不是自己研磨姜黄粉。因为我在治疗肾脏效果真的很好，所以很多病人他会把姜黄拿来问我，结果发现他们拿的是姜黄粉，那个是错的，因为那个草酸很高，反而会伤害肾脏，所以。你不管要吃什么，我建议都是经过专业医师的指导会比较好。哦，那如果说一般人的话，他肝脏也不错，他肾脏也不错，那每天呢吃个大概1克到2克的姜黄粉，那是可以的。我想其实吴教授真的每次你一来哦，观众都很开心，因为我自己本身也从您身上学到很多。我想今天呢，吴教授讲的这个失智啊，你怎么预防失智啊，还有一些生活上的必须要注意，包括饮食姜黄怎么吃，我想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吴教授今天带来这么多的有关于预防失智的健康的资讯。我想大家不妨就在你生活里面去实践它。然后当然，你如果最后还是提醒大家，你要吃姜黄的话，最好去问过您的医生、你的中医师，看看你的健康情况适合怎么样吃，千万不要自己拿来补啊，或者是你可能吃错，我想说，怎么没有用？可能是你吃错了。好的，今天真的非常感谢吴教授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谢谢吴教授，谢谢大家一定记得要多互动。那看我们健康1+1呢，还可以跟啾互动，还可以提问题，那专家还可以回答你问题，这是一个互动嘛。然后又可以看到美女，然后又可以跟美女互动，所以这个还有2项的一个功效，所以大家一定要多收看这个健康1+1。太感谢吴教授，不过吴教授，我们可不可以开放问题？就是我知道，就是吴教授每次来啊，其实都带给大家很多的干货嘛。那很多观众可能也会有相关的问题，我们可以请大家留言，然后下次吴教授再来上直播的时候呢，我们就挑一些观众的问题来回复给他们，好吗？可以，好 ，OK， 好，非常谢谢吴教授，感谢，谢谢，拜拜，好，拜拜。我想呢，其实还是拜拜，谢谢吴教授。我想其实大家不要忘了，还是要先订阅哦，因为我们订阅之后呢，你就会下一次吴教授在上节目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看到了。那因为我想有些呢记忆消失是没有办法回头的这种警讯，那有时候呢，像我觉得我自己会觉得好像健忘是老化的一部分，但我觉得其实现在听起来，其实它可以延缓的。像有时候我也会很担心，就像刚才直播的时候，我们就会说直播啊，或者是开会的时候，我自己突然忘记我到底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或者是说，我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我到底走过来这里要干嘛？就会发现说，我自己是不是有一点点。
哎，是不是初老或者是失智的前兆？但我现在知道了，有些原来是真的是太忙或太累了，或者是说，哎，你这个小细节可能是大脑在跟我们求救哦，我们要多做一点改变。比如说，今天吴教授讲的要多动啊，然后记得要跟人家多一点互动。然后呢，你吃这个帝王健脑蛋。然后同时呢，我想大家可以回家试试看。我想这些呢都是可以帮助我们健脑的一个很好的方法。那今天吴教授倾囊相授，那真的是非常对我们的生活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别忘了，如果呢您觉得今天的节目对您的健康有帮助，别忘了把今天的节目分享您身边的长辈亲友，让更多人可以一起顾脑防失智。好。非常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收看，记得离线前还是不要忘了订阅99健康咖以及健康1+1频道。非常感谢你的支持，我是99，谢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